朋友们好，很高兴访问 HT News Taiwan 频道。现在，刘亦菲35岁了，电影只有一部及格，演技依旧停留在20年前。第一部作品便是主演改编自张恨水的名著《金粉世家》，凭借天仙气质在娱乐圈有了一席之地。之后，刘亦菲开始3级跳，这一跳出了她的演艺生涯代表作。从2004年开始，刘亦菲每年贡献一部大家的童年回忆，《仙剑奇侠传》《天龙八部》《神雕侠侣》。剧中的王语嫣、赵灵儿、小龙女成了后来者无可替代的角色，一个叫人心神俱往，一个灵动可爱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。这3个角色让观众对刘亦菲的容错率很高，也让她的下坡路都比其他女演员宽敞且时间长。按照现在的说法，刘亦菲当时就是当之无愧的顶级流量。携带3部电视剧积累的超高人气，刘亦菲摇身一变成了歌手，发行首张国语同名专辑《刘亦菲》，并在全亚洲发售。那2年，刘亦菲一心扑在歌手这个身份上，没有拍电视剧，也没有接电影，这让她获得了人气歌手的美誉，且有了《星际》这首代表作。2008年，刘亦菲回归老本行，将重心转到大荧幕，正式进入电影圈。之前在《五月之恋》《恋爱大赢家》适应电影的节奏之后，刘亦菲真正的第一部主演的电影终于来了。与成龙、李连杰合作，刘亦菲是绝对女主。电影《功夫之王》在全球上映，这种资源放眼整个华语电影圈都没有几个女演员可以拿到。《功夫之王》上映之后，内地票房突破 1.95 亿，北美票房5000多万美元，全球票房 1.28 亿美元。刘亦菲更是凭借《功夫之王》人气如日中天，在内的位居年度搜索量第1名，在 IM 成为全球新人指数第1名。之后，刘亦菲顺利签约世界著名经纪公司 WMA 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、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、丹泽尔·华盛顿、梅尔·吉布森和娜塔莉·波特曼成为同事。尽管《功夫之王》的口碑不怎么样，但是刘亦菲借此顺利打入电影圈。之后陆续与邓超、周润发、黎明、古天乐合作，出演《恋爱通告》《倩女幽魂》《铜雀台鸿门宴传奇》以及4大名捕系列。这一级别的资源，国内能与之抗衡的恐怕只有当年的景甜了。当时的4小花旦里，刘亦菲力压黄圣依、杨幂、王珞丹。只是资源虽好，最后取得的成绩却不亮眼。恋爱通告票房5301万，评分5.9；倩女幽魂票房1.4亿，评分5.4；铜雀台票房1.04亿，评分5.2；鸿门宴传奇票房1.39亿，评分6.4；4大名捕系列票房依次为1.99亿、1.74亿、1.92亿，评分则是5.4、5.3、5.1。从2008年到2014年，这7年间，刘亦菲主演了8部电影，合作的演员都是大牌，但是票房一般，口碑仅有1部电影及格。4大名捕大结局之后，刘亦菲陷入了爱情片的怪圈，资源也与当年不可比。露水红颜跟郑智薰谈恋爱，第3种爱情里与宋承宪谈恋爱，夜孔雀里和刘烨、于少群、黎明谈恋爱。致青春，原来你还在这里里跟千子谈恋爱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与杨洋谈恋爱，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里和冯绍峰谈恋爱。很巧合，从2014年到2017年，刘亦菲又主演了8部电影，口碑和票房与之前一样，双失败。2014年，内地电影年度总票房突破300亿大关，一部电影破亿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刘亦菲并没有扛起票房。露水红颜票房6606万，评分4.9；第3种爱情票房7307万，评分5.2；夜孔雀票房3313万，评分4.9。
致青春，原来你还在这里，票房3.36亿，评分4.33，生三世十里桃花票房5.35亿，评分4.0，烽火芳菲票房2946万，评分5.7。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票房2.29亿，评分5.4。这部电影之后，刘亦菲2年多没有新电影上映，原因其实并不难猜。一是因为从2008年到2017年，刘亦菲主演了16部电影，仅有1部及格，还是2011年的《鸿门宴传奇》。票房最高的电影则是大 IP 加顶流的《33世十里桃花》，在当年年度总票房558亿，电影动辄破10亿的情况下，该片才有5亿票房。这样的成绩可谓不亮眼。虽说女演员普遍不抗票房，但刘亦菲作为国民度超高的女明星，与之不对等的票房确实拿不出手。二是因为刘亦菲主演的烂片太多，9年时间主演了16部电影，烂片15部，烂片率高达93.75%。就算刘亦菲有赵灵儿、王语嫣、小龙女打底，观众也遭不住这么多烂片的攻击。最终刘亦菲远离了电影圈，重新回到电视圈。可惜的是，多年后拍摄的第1部电视剧《南烟斋笔录》现已改名《一曲三生》，完工于2018年，4年了，依旧不见任何上线的消息。蛰伏2年后，刘亦菲带着全球顶流花木兰再度回归电影圈。刘亦菲是第1位出演迪士尼真人电影的亚裔主角，更有巩俐、李连杰为她作配，她是绝对的大女主。但天不遂人愿，这部被刘亦菲视为重回电影的翻身之作，在口碑和票房上打了个大败仗，口碑4.9分，内地票房2.78亿，全球票房仅为6680万美元。自此之后，刘亦菲似乎告别电影圈。目前她待播的影视资源只有3部电视剧《一曲三生》、去有风的地方长陵。今年6月份开播的《梦华录》口碑和热度都不错，8.0的评分是刘亦菲主演的所有电影电视剧里的第4高。只是《梦华录》口碑不俗，但刘亦菲本人的演技却遭到了质疑，表情比较木，台词功底一言难尽，演员本该具备的声台形表，刘亦菲只满足了容貌仍旧美丽，演技好像退回到了20年前刚出道的样子。其实，刘亦菲的演技本来是有长进的，但是2014年之后就在原地踏步，甚至逐渐衰退。2014年之前，尽管刘亦菲主演的电影都是烂片，但是电影的类型不同，合作的也是影帝级别的演员，与他们演对手戏，多多少少都会学习到一些东西。可是2014年之后，频繁地出演同一类型的角色，在情情爱爱中迷失了自己，对手的演技比自己还差，在差中徘徊，怎么可能变成优？刘亦菲从来不是什么角色型演员，能够抓住机遇突破自己，胜任风格迥异的题材，塑造与众不同的角色。就她的表演功底来看，刘亦菲更接近气质型演员，对自己擅长的或和自身气质接近的角色表现得游刃有余，但是缺乏能力去深入挖掘拓宽自己，对与自己气质反差极大的角色会表现得捉襟见肘，从而抑制了表演的全能性和不可替代性。这样的现象对想要成为好演员的刘亦菲来说是致命的，因为她对演技的掌控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也难以尽最大的可能充分挖掘并打破这种气质的禁锢来拓宽表演。也许刘亦菲只是把演员当作一种职业。根据她这20年拍的电影电视剧的数量来看，基本上相当于每年1部，并没有像与她同期的杨幂那样一年有好几部电视剧。由此来看，刘亦菲对待自己的事业就是处于一种佛系的状态，有自己看上的就拍，没有就慢下来。这样的性格与处事态度让刘亦菲变得淡然了，
也就不会去刻意追求所谓的戏骨了，也不会再有新高度出现了。